开盖喽！跟这个岩石都已经融为一体了。这种老宅老房子都是用土。我们从5、6年来是在家。各位好啊！现在我们正在准备烧炊吃饭。眼前看到的这种锅呢，就叫炊锅。炊锅的中心是烧木炭的火炉，外围是用来煮汤煮菜的地方。烟管巧妙地穿过锅体向上延伸，整个锅都采用红铜打造，这样的设计真的很特别，让人过目不忘。在江川，每个家庭都拥有一口炊锅，在本地人的心中，它不仅仅是一口锅，它还象征着团圆、丰收。本地人把炊锅亲切地称为烧炊，无论是亲朋的相继，还是逢年过节，烧炊总是能够给大家带来满满的幸福感。那么今天我们也将共享这份幸福，用本地的新鲜食材荤素搭配，一起来烧炊。还有那个叫哪豆腐啊，金粉。这酥肉加莴笋。我觉得瘦肉少点了，再切点。好吃呢，这个也是。再加点酥肉。这个是炊锅，是多层的，讲究时间先后，把最耐煮的莲藕放在最下面，然后还有肉，然后再放不耐煮的。开盖喽！好嘛，你们喝杯酒，我喝啤酒。别人凭你一次在。来，江川的大年初二几个亿了，嘎？啊，喝啊！两个人配上。哦，我们再配吧。麻烦呀！给今年一定拿出来就好。这边讲点小菜吃吃，咱们啊，不是糊了，糊了，好，来了，现在，跟年纪小，我同学拿上吧。就在我们老家对面，有一棵大榕树，当地的老人说是有几百年了。你们小时候、年轻时候就有那么大了，嘎，这棵树？我们从自代都是那棵树栽的呢。哦，从几时开始就有那么大了？我们都有80岁了嘛。哦，是那100年了噻，多少有100年了。好呢，等身体好呢。好呢。下戏正常。下戏是亚洲嘛，所以人们也是那碰碰上。哦，太大了这个树。哦，在那边看根儿比多大了，这边看。是了嘛？云南省重点保护古树名木，这个是叫黄葛树，黄葛树，这是属于什么树嘛？想起啊，棵的话是桑棵，树的话是榕树。哦，还是榕树是吧？然后的话，它是属于叫黄葛树。哦，过来。是个人都不一定围得下来。不下来，你都还在你小点嘛？你看这样子都，这样子哦，太大了。然后呢，这里还有一个是大岩石啊。跟这个岩石都已经融为一体了。那么大，你瞧，它来那个多团。我们现在是来这个村子里面转一转，看一看这些老建筑、老房子。这
这种老宅老房子都是用土，我们当地叫土基房，还挺老实的。嗯。这些老房子在里面住了多少代人，承载了多少代人的青春岁月，很多都是没人住了，因为到年轻这一代的话，就自己赚了钱，然后在城里面买了房子，老宅基本就空着。这个村子里面最大的4合5厅，是啊，4合5厅啊，这就是。这个门是就是原来的主要是个壁，就根本没整过。你看那个高升那个是一个什么？这个会叫4合5厅呢？以前有的有4个天井呐，5个天井呢有的。哎呦，那么大！有5个天井的嘛，有4个小天井。现在还是住人呢？住个呢，有些人在一起住，都是老人了，别的年轻都是老人在一起住。我们小的时候也来点在住的上，估计。你也来这时候住过？我们来住过了嘛，那点房子我们也来，就是我们买那点房子比盖准几正的。住个多少年？我们来这还住个10多年了。我说这是住个10多年啊？哎呦。我不晓得你在几岁在呢？这个是小天井的，第二个小天井。进去里边这个是个大天井，那个顶外头还有一个，这个还有一个小天井。那么大的，这个是真的是个大天井，不怎么格子。就是一所大的4合院。你看，不怎么格子了，东西。你看，不过有点老了，这个还是的。好多年了。你小朋友到那个地方。原来就是我们在的了，但是这些都比改变过，这些都比改变过，这些都。还是原来的样子，这些都是原来的样子，没改变。原来我们中间是没得这种红砖房的。中间是一个大天井的，就是。是后手建起来的。我们这天跑过的大天井，在这里头是那个砖头。当时也是住好几户人。还是阿公住了11户啊。我当时这个会分着你的房子给你们住吗？土地改革不分个。那些所以那个平房那个是在农民啦，就是送这些属于贫穷点的人，就是给的这的地方就分给这些了嘛，对不对？土岗的时候就从地主手收回了，然后重新分配。那这个狗一点是了，这些老人都没见过，我们那个看一下。别叫我们的家歇家了嘛。我18年早。天津一手还是凉呢。我18年早在这是。18人早在这些那都是。有18人早，18家。有18家人住在里面。18人早。俺比的说了嘛，一楼上比楼下，一楼下比的楼上。那个分了嘛，分给不是那个分了也18。土岗的时候干的，这属于分给当地的老百姓来住。我们那以前的老房子就在里面，登记给不了盖的，分的登记的是楼上楼下一个地呀。那在这里住个多长时间啊？住个确实这地方怎么还有在140吧？你到那个说嘛，该吃了4年，4年5年还不走的呢，头干。一还比多少年啊？那你在这里住个多长时间呢？我们我们从5六年来是在家。5年，我生抽5抽。就一直在这里住了。那么我们在这是，你说你差不多70年了，在个。我抽3年不差不多70年了，是的嘛。对，在个了。我们盖就是盖在这是嘛。土地改革就改革这些了。是改革。现在也是属于自己的房子了。属于自己的房子。在其中有一套。是。好，谢谢了，嘎奶奶。这个村子呢是位于云南省玉溪市，然后陆基镇的一个小村子。然后这2年
村民的生活都已经慢慢的富裕起来了，各家各户都有了自己的小楼、小院。然后村子的背后呢，也修起了一条高速公路，可以从昆明就直接到达这个村子。因为这个村子呢，它有一个湖叫新营湖，新营湖里面有很多鱼，当地政府为了发展旅游，所以把高速也修通了。这个村子呢叫石岩哨，然后这个是当地的小学。今天终于天晴了，之前阴了好几天。我们要找个地方去湖边。现在呢，我们到一条小道，不知道是不是新修的黄福路，反正的话已经离湖边挺近了。然后这里有个指示牌，这个指示牌呢写着禁止非法捕捞。因为本地的话，他们会有一个允许捕捞的一个季节，应该是在每年的12月份。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比较盛大的节日叫开海节，当地的村民都会用渔船去湖里面去捕捞鱼。我感觉湖水好像比以前清了一些。然后这条小道的话也是修得很好的，应该是最近才修起来的。这个湖里面最大的鱼应该是那种花鲢，还有青鱼。最大的花鲢的话，大概可以到20多公斤一条，就是可以到1米多。然后还有一些草鱼、鲤鱼。这个就是新营湖，这个村子就是比较靠近湖。这些就是当地人的渔船，就是刚才我说的，在12月份开海节的时候，会有这样的渔船，然后当地村民会乘坐这样的渔船进到湖里面去打鱼。哎，你好，请问一下，这条路是可以走到哪里啊？你这换副转得通啊？哦，换副都转得通那个。嗯可以转到县城里面去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这个地方我能走到那个石崖哨村吗？石崖上面再到这条线了嘛？只能从这个地方过去。我说那下个这个村子就是。好的。您今天是来钓钓鱼玩玩哈？咱家别的事没了，问一下。能钓得到吗？主要碰运气呢。好的。好。你不可能嘛？这个是大碗，下个是石崖哨了。你说我往点看电视可不通，我看。好，我往这里走一走嘛，这里走一走，我再返回来要去村子里面是吧？有的。好的。好。这个是当地的村民，就是他们不允许用网捕捞鱼，但是呢，还是可以用钓鱼的方式来钓一钓，还是允许当地的村民来钓鱼。我接触了好多村民，买菜的时候，然后闲聊的时候，包括今天这个大哥感觉呢都很热情，很热心。当地的村民我觉得还是比较淳朴的。然后这边呢，旅游的话也不算开发的太过度，就是没有太旅游化，没有太商业化，都还是可以感受到很真实的人文，当地村民的人文气息。然后还有人来骑车骑行，还有这种小青蛙。因为相机没电了，只能换手机继续录。
绿藻比较多，但是可以看得出来，越往湖中心，然后越往深水区的话，水质就会越好。风景还挺漂亮的。树林子里面能不能看到这种小鸟？树林子里面有很多小鸟。在远处就是比较整齐的这一排房子的话，就是建的新农村。就是原来因为这些村民的房子离湖比较近嘛，然后当地政府为了保护湖水的生态，然后就把这些房子拆迁了。拆迁之后呢，又划了一块地，然后把它迁移过去，就建了这个新农村。就是监测水质的一些污染指标有没有超标的。哦，拍个照。辛苦啊，大年初三都好在忙啊。是的嘛，大年初三都还忙个，辛苦了。然后就把蒜苗就收过来，收过来呢，专门有人固定来一车一车的收走。大哥，今年蒜苗怎么样？价格怎么样？价格总体还可以一点，还可以。哦，好了，那丰收了嘛？我电板还是大。哦。从那个车摘下去，一天摘下去就要5000块钱的电本了。哦，要那么高啊？那蒜种贵啊。哦。10多块钱一斤。像上面挂着的那些黑色的，就是可以灌溉的，可以浇水的，是吧？是的。管子啊，像人工下移一样的了。哦，好，明白。像这些回收大概多少钱一斤啊？5块多点。5块多点，14斤10块钱一公斤。公斤。哦，5块多一公斤了。一般市场都是卖公斤。那市场上面零售是多少呢？那就不知道了。不知道。即便是要拉到广东、广州那边。是要拉到省外的。就咱们江川、通海都是农业大省啊，摘了很多的蔬菜，然后把它运出去销售。对。好的，谢谢啊。不谢。这些是豌豆，是吧？老鬼蛋。直接拴在豌豆尖上面。是嘛？那个我们就掏是啥的。等吃待会儿我们拿过去掏。好。新鲜的白花菜，才刚刚从地里面收上来的。你这个农民呐，那个啥，再在那耗到不值钱呐。现在统一回收的价格，菜商回收的价格就是1块多一公斤。市场零售价怕是要好几块呢。如果去了你们吃了饭怕会到2块。 2块8买不着。买不着，咱们肯定买不着。外面小菜贵呢。买不着，肯定买不着。走了，你们忙了，谢谢了啊。就是从小房子里面放的是设备，有水泵、镰刀啊、农具啊这些东西。然后水呢是地下水，挖深了之后蓄在这个水井里面，然后有水泵上来，然后灌溉这些农田。现在都接着这种管道都接好了，然后有这种淋喷头。这里也是当地村民的一个停车场。然后后面的这一排房子呢是那种烤烟房，就有一个季节的话，这边会生产那个烟叶，因为这边有一个卷烟厂嘛，义溪卷烟厂，然后会来收烟叶，这个是种烟叶的一部分，烟叶的烤房。感觉已经是像
已经达到一定的工业化标准了。